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的第一篇，到了2012年了啊。首先第21题到第25题。21 ，It is implied in paragraph 1 that nowadays homework。我们从第一段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作业怎么样？哎，好像这第一段有关于现在的作业怎么样啊？讲教育的。第22题 ，LA Unified has made a rule that homework mainly because of poor student。说这个 LA Unified， 这里 Unified 其实叫做联合学区啦。LA 我们都知道叫 Los Angeles， 对吧 ？Los Angeles。Los Angeles 就是洛杉矶，洛杉矶的联合学区 has made a rule about， 它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 rule 表示叫做规则。这个 rule about homework 有关于什么？有关于这个作业的一个规则。Mainly because poor students， 主要是因为这个穷学生怎么样？因为穷学生怎么样，所以说他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则，有关于作业的。第23题。According to paragraph 3， 根据我们第3段 ，one problem with the policy is that it may。根据第3段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跟政策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它可能会怎么样了。好，我们再来看第24题。A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4， 在我们第4段提到的 a key question unanswered about homework， 一个非常的关键的问题，它没有回答有关于作业是否怎么样。这个问题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没有被回答，有关于作业的怎么样。好，我们来看第25个 ，A suitable title for this test could be， 一个合适的标题可能是什么 ？OK 吧？所以说同学们，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题你看它这种题目的这种布局出题这种套路我们说这个文章大概是怎么写的？你看第一段肯定是现在我们作业有个什么新的变化了，然后完了之后呢，做这个规则是因为穷学生怎么样了。然后完了之后呢，根据第3段这个政策又有一个问题了。第4段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啥？最后一个就是 best title 是什么，对吧？所以说这里有关于教育的一系列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21题。好，21题说的是 It is implied in paragraph 1 that nowadays homework。好，我们来看一下，说现在作业怎么样了 ？homework， 作业我们可以定位到这个地方homework 作业，对吧 ？work has never been terribly popular with students and even many parents. But in recent years， 这个 recent years 不就是我们的什么 nowadays， 对不对 ？recent years 不是我们 nowadays。But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particularly scorned. 好，这个单词很关键说这个作业从来就没有怎么受欢迎，受到谁的欢迎受到学生，甚至是很多家长的欢迎。就是也就意味着很多学生或者很多家长都不喜欢作业，对吧 ？But in recent years， 但在现在 ，it has been particularly scorned。但是在现在，它特别的怎么样？注意了，它特别的怎么样？虽然这个单词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特别的怎么样的意味着，其实在前面的程度是不是应该加深了呀？对不对？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特别的 scorn 这个单词表示受到鄙视的意思，但现在特别是受到鄙视了。OK 吧？好，我们来看一下 A、B、C、D 4个选项。A 选项说的是 It is receiving more criticism， 它有更多的批判，它受到更多的批判。有没有这说的鄙视是不是受到更多的批判？对吧 ？B 选项 It is no longer an educational ritual， 它不再是一个教育的仪式。这里有个教育的仪式，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这句话他说 School district across the country， school district 叫学区的意思就是学区这个学校的区域，在整个国家学校的区域 ，most recently 最近 Los Angeles Unified 叫洛杉矶的联合学区 are revising 正在修订什么呢？修订他们的 thinking on his educational ratio， 等于说他正在修订他们对于教育仪式的这么一个想法。注意了，这只是教育仪式这个想法，能够说它是一个真正的教育仪式吗？不是吧？所以说 B 选项我们错了它只是个教育仪式的想法，正在考虑教育仪式的一个想法，说考虑对这个这个学区的一些想法，但是他并没有说它是一个真正的仪式，只是他的一个想法。好 ，Unfortunately, LA Unified has produced an inflexible policy。好，不幸的是，表达作者的一个观点，他觉得他肯定很烂，或者说做得很不好。不幸的是，这个洛杉矶的联合学区has produced an inflexible， 它创造了一个什么？不灵活的 ，flexible 是灵活的 ，inflexible 表示叫不灵活的，创造了一个不灵活的政策。这个政策是规定了mandates 规定了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me advanced courses， 说除了一些高级的课程 ，homework may no longer count for more than 10%
of a student's academic grades， 说除了一些高级的课程，家庭作业呢不再去占据超过10%的学生的一个成绩。academic grade 啊，就学业成绩吧，也意味着家庭作业不能超过学业成绩的10%，除了我们特殊的一些什么一些课程之外。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C is not required for advanced courses， 它并不被要求在哪里啊？在一些高级的课程。注意了，文章说的是除了一些高级的课程，它不能超过10%在它的成绩单上。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不是可能有些高级的课程它占的会更多呀？对不对？或者说更少，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在高级课程里被要求吧？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文章讲的是在除了一些高级课程，其他的一概是不能超过10%的。所以说文章讲的是它所占的一个比例，而我们选项里说的是在高级课程就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高级课程有没有，或者说是在高级课程占的比例更高，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所以说这项是错的。D 选项 is gaining more preference， 它获得了更多的偏爱。注意了，很明显，在这里文章中最开头就是说它不好的，所以说也错掉了。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选 A，OK 吧？你不能说它获得更多的偏爱，你无从得知啊 ，preference 表示偏爱的意思。OK，are we clear? Yes, let's go on. 好，我们继续往下啊。第二题 ，LA Unified has made a rule about homework because poor students。这个 LA 学区啊，它规定了一个什么？规定了一个规则，有关于在这个家庭作业呀，many because poor students， 那些穷学生怎么样了，对不对？好，穷学生怎么样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个 rule。你看，他说这里制定了一个规则，制定规则有关于家庭作业的，主要是因为穷学生怎么样，我才制定这个规则的。所以说，我们就来看穷学生怎么样吧，对吧 ？This rule is meant to adjust difficulty. Difficulty 这个规则，它的意思呢，就是要去解决。注意 ，adjust 表示解决的意思哦，并不表示发表演讲，也不表示地址的意思，它表示解决。这一个规则，它要去解决一个什么？解决一个困难啊 ，difficulty。difficulty 这个单词表示的意思是困难，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呢？说 students from impoverished or chaotic homes， 注意了 impoverished 这个单词表示的意思叫做贫困的，所以说和我们这个文章中的 poor 做了一个同义转换哦，对应哦，来自于一些贫困的或者说一些混乱的家庭 chaotic 就表示那种家庭秩序啊或者家庭情况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些学生，这些学生来自于这些家庭学生呢 might have in completing their homework。也就意味着这些学生可能会有困难在什么？在完成他们家庭作业方面。那制定这个规则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穷学生可能在完成这个作业方面有困难呢？对吧？答案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OK 吧？所以说同学们 A、B、C、D 4个选项很明显，选 C 吧。May have a problems finishing their homework， 可能会有问题，在什么问题？在完成他们作业方面可能会有问题。你看，叫做他去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是学生来自于一些穷的或者混乱家庭的孩子可能有的一个问题，有的一个困难，什么困难呢？在完成他们家庭作业方面的一个困难。所以说 may have the problems finishing their homework 可能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制定什么？我们制定这么一个 rule，OK？ 所以很简单。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A， 还看一下我们的 B。来，同学们，我们继续往下走哈。他说。But the policy is unclear and contradictory. 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啊是不清晰的，也是矛盾的。Certainly， 当然 ，no homework should be assigned that students can't do without expensive equipment. 当然，这个没有作业应该被布置。什么作业？什么样的作业应该不要被布置呢？是学生不能够去做，在没有一个昂贵的设备的情况下。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学生在没有昂贵设备的一个情况下，也要去做这样作业的话，这种作业就不应该被布置，因为涉及到歧视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回家看一下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个螨虫，这种要用显微镜看的东西，你觉得怎么可能穷孩子家里有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But if the district is essentially given a pass to students who do not do their homework，但是如果说一个区域
什么区域呢 ？Is essentially giving a pass to students who do not do their homework because of their complicated family lives. It is going to risk it close to implication that standards need to be lowered for poor children. 但是如果说这个区域 is essentially 这个区域给了一个 pass， 给了一个学生，给了什么样的学生呢 ？Who do not do their homework。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学区啊，他给了一个这个学生，那个学生他没有做他的工作，你就给了他通过这么一个学生的话，因为什么 ？Because of complicated family lives， 因为他们家里有非常复杂的家庭情况，他就没有做这个作业，然后完了之后你还给了他通过的话，那么你就是 going to risk it close to the implication that standards need to be lowered for the poor children。那你不就降低了标准吗？对不对？那么你就 going to risk it close。然后你就会去有一个风险，什么样的风险呢？去 close to the implication， 你就相当于去给了一个暗示，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暗示呢？给了一个有关于标准的暗示，这个标准需要被降低，对于那些穷的学生 ，OK 吧？所以说，同学们，这里两个信息，来，我们来捋一下哈。这里说这个政策哈是不清晰的，这个政策也是有自相矛盾的。第一点，当然，如果说学生没有昂贵机器，还要做这样作业。如果说学生没有昂贵机器就不能做的这种作业，这种作业是不应该被布置的，这是 OK 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有学生因为家庭的问题，然后没有去做他们的作业，你就给了他通过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可能有降低标准之嫌 ，OK 吧？所以说同学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讲完了。A 选项，因为这些学生 tend to have a moderate expectation for their education。通常来说，这些穷学生对于他们的未来对于他们的这个教育的前景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前景叫做 moderate expectation。这里有没有讲 moderate 通常来说对他们教育的前景不抱什么希望，有没有说呀？没有啊，错了吧？对不对？好，注意了 ，B 选项已经B 选项 have asked for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ndard， 也就意味着因为这些穷学生他要寻求一个不同的教育的标准。没有啊，他这里说了什么？你如果说你给他这个 pass 的话，你就要冒着降低风险的这么一个什么？你就要冒着一个降低标准的一个风险 ，OK 吧？叫做 close to implication，implication 表示暗示，暗示着这个标准应该被降低，但并没有说它要有不同的教育标准 ，OK 吧？所以说 B 选项也错了。好 ，C 选项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政策呢？是因为他们可能有在完成作业方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的就是这个部分，制定这个政策的原因。D 选项 have voiced their complaints about homework， 他要发出他们的声音，什么声音呢？complaint 这个单词表示的意思叫做抱怨发出他们对这个功课的抱怨，有没有啊？也没有。所以说同学们注意了。这两点都是表现这个政策非常的不清晰和这个政策比较自相矛盾的 ，OK 吧？所以说同学们稍微注意一下，这是我们的第22题 ，OK？ 好，来继续往下，我们来看第23题。According to the paragraph 3， 根据我们第3段 ，one problem with the policy is that it may。根据我们的第3段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对于这个政策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的第3段这个政策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段咯都全要看了。District administration say that homework will still be part of schooling。好，注意了，这里少了个 r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说这个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就是这个学区的这些行政人员吧。学区的行政人员说 homework will still be part of schooling。学区的行政人员说，我们这个工作仍然是这个什么？注意 schooling 表示学业的意思我们的这个作业仍然是我们学业的一个部分。Teachers are allowed to assign as much of it as they want。老师还是被允许去布置他们所想要布置的那些作业，就是一切都是 OK 的。But with the homework counting for no more than 10% of their grades, students can easily skip half their homework and see very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ir report cards。 好，在这个地方他说的意思是，但是这个作业它所占的比例是不能超过10%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作业不能超过他们分数的10%。
那么这个学生啊是很容易轻易的干嘛 skip half of the homework， 轻易跳过他们一半的这个作业，然后呢在最后的一个什么，最后的这个 report cards 表叫成绩单，在最后的成绩单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啥意思啊？因为我这个作业所在我的成绩上面所占的比例会比较小嘛，所以说我这个作业我做还是不做，其实对我最后的成绩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对不对？就这个意思。Some students might do well on state tests without completing their homework, but what about students who perform well on the test and did their homework? 有些学生，那确实他在考试里面，州的考试里面是考得很好，但是他是没有完成他的作业，因为他占的比例比较小了，所以说没有完成作业也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说对于那些学生，他在考试里面表现又比较好，而且他又做了作业，那些学生是不是就不公平啊？对不对？因为他占的比例比较小，所以说我就拉不开差距啊。好，注意了 ，It's quite possible that 这是有可能的。The homework helped 啊，这个是有可能，这个作业是有帮助的。然而，好，关键点啊到了啊。然而 ，rather than empowering teachers to find what works best for their students, the policy imposes a flat across-the-board rule. 好，注意了，然而什么呢？然而 rather than 表示的意思是不是而不是啊？然而不是去赋予一个老师有一个能量或者有一个力量去找出 what works best for their students， 不是去让老师去找出到底什么是适合学生的，不是去这么做的，而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政策它施加了一个非常呆板的 flat 表示平的啊，非常平的 across the board rule， 叫做 across the board， 叫做一刀切的意思啊 ，across the board 啊，就是 board 可以表示一个甲板啊，这个甲板这么完全 cross 穿过去啊，横穿过去也叫一刀切，就是没有说给老师赋予老师权利去找出什么样的作业对于学生是最好的，没有去让老师这么做，而是怎么样？给了一个一刀切的这个什么一刀切的政策，这个一刀切的政策是不是就是说啊，不能够去超过他的这个成绩的10%啊，对吧？就是这个作业。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A. Discourage students from doing homework。这个所面临的问题是，可能让学生干嘛啊？让鼓励学生不做作业。Discourage 表示泄气嘛，就是可能让学生不做作业。为什么呀？因为作业所占的比例不高嘛，所以说可能是鼓励学生不做作业，是有可能的，圈圈。B. Result in the students indifferent to their report cards， 导致了学生干嘛？对于他们的这个什么成绩单不在意啊，漠不关心。这里有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在他们的成绩单上。但同学们稍微注意一下原文中怎么说的。原文中讲的是我们的作业它所在成绩单上的比例会比较小，所以说你做与不做在成绩单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学生是不是还是重视成绩的呀？对不对？他只是不重视作业了，还是重视成绩的吧？所以说我们 B 选项错误。好 ，C 选项 undermine authority of state test 叫削弱了州立考试的一个权威性。好，注意了，这里州立考试还是有权威性的，它并没有被削弱啊，并没有被削弱，就是州立考试还是 OK 的，对吧？跟考试无关啊，因为这讲的是作业的问题。好， D 选项限制了一个老师的一个力量在教育上，而我文章讲的是限制一个老师在 to find what works best for the student， 限制老师不给老师权利，让他去找出什么对学生是最好的。所以说这并不是在教育上，而是在作业上。或者说是在老师的这种布置学生的作业上 ，OK 吧？所以说我们 D 选项算是夸大了范围啊，限制老师在教育上的权利没有那么夸张，只是限制老师在这个找学生作业上这么一个权利 ，OK 吧？所以说 D 选项我们也错了。我们看 A 选项叫 discourage students from doing homework，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因为它是不是只占10%，所以说学生可以轻易的跳过它。完了之后呢，在考试的这个上面也没有什么体现，那就意味着会让学生不愿做作业吧，因为做多少一个样啊，对吧？所以正确答案应该选 A。好，这是我们这么一个问题啊。OK， 好，同学们，我们继续往下。
来，我们来看第24题。A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4, our key question unanswered about homework is whether. 我靠，根据我们的第4段，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没有被回答，有关于家庭作业是否是怎么样。好，没有被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么样？好，说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关键问题啊 ，funny question 啊 ，funny question，OK 吧？这个 funny 表示关键的、棘手的，对应我们这个文章里题干里的这个 key。question 就是 question，homework 就是 homework。好，这个 whether 就是对应这个 if 吧，对吧？这里就非常非常简单，直接就可以找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At the same time， 同时 ，the policy addresses none of the truly funny questions about homework. If the district finds homework to be unimportant to its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t should move to reduce or eliminate assignments, not make them count for almost nothing. 其实答案已经出来了，说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回答。如果说这个学区发现这个作业啊，对于这个学生的一个学业成绩是不重要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去 move to reduce， 他就应该去减少，或者去干脆就不要布作业了，消灭这个作业，而不是使得这个作业啊几乎一文不值 ，count for almost nothing。OK 吧？你要觉得我不好，你要觉得我不重要，你要不就是减少我，要不就是不要我了。你不要让我觉得什么，让我觉得我在这里好像没有存在感的感觉。Conversely， 相反的是 ，if homework matters， 如果你觉得我重要 ，it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grade， 我就应该在我们这个分数里面占更多的比例。如果你觉得我重要的话，你就应该占更多的比例。Meanwhile， 同时 ，this policy does nothing， 同时这个政策啊。也没有做一个事情，注意了，这个政策这里是政策没有回答问题，这里是政策没有做一个事情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已经不用往下看了，因为下面是政策没有做的事情，前面是政策没有回答的问题，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往下啊。it should be eliminated， 是否它应该被干嘛？是否它应该被消除？注意了，这里有没有讲它是否应该被消除啊？没有，这里跟消除有关的就是什么？这里跟消除有关的就是它，你看，如果觉得不重要的话。你就要不就是去降低，要不就是直接就把这个作业给弄掉 ，OK？ 但是这个是否应该被消，只是它其中一点而已。好，我们来看 B 选项 ，B，it counts much in schooling， 说是否它在我们这个学校教育里啊，这个很重要？哎，不就是跟我们这个文章中是一样的？没有回答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呢？到底是重要还不重要呢？如果说你觉得我不重要的话，你就把我减少或者直接移除；如果你觉得我重要的话，你就增加更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这里没有一个回答的问题，是否它重要还是不重要啊？在学校教育里，哎，打个小圈圈。好，继续往下 ，C 选项 ，it places extra burden on teachers， 是否它干嘛？放置了一个什么？放置了一个额外的负担在老师上，额外的负担在老师上，哎，是这里一个部分。其实啊，我们这里根本就不用看了，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而这里是一个没有做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看一下这句话啊，从基础角度上来说 ，Meanwhile， 同时 ，this policy does nothing to ensure that the homework students receive is meaningful or appropriate to their age and the subject。同时，这个政策啊，它没有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没有做一个事情去保证什么呢？这个作业啊。学生所收到的这个作业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合适的，对于学生的年龄和对于学生所学习的科目，意味着这个政策也没有去说，没有去做任何事情去保证说我布置的作业对于这个学生来说是合适的，他没有做这个事情。同样的，他也没有去做任何另外一个事情，哪个事情呢？他也没有去做说这个老师啊没有布置作业。超过他们所愿意去批改的 review and correct 表示就是看和批改吧，对不对？第一个，这个政策他没有做，说没有做一个事情去保证我们布置这个作业是适合学生的，他没有做这个事情。第二个事情，他也没有做，说这个老师啊所布置的作业是没有超过not more than 是没有超过他们所愿意去批改的，两个都没有做，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他没有回答的问题？不是，是他没有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 C 选项也错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D 选项 ，It is important for grades。D 选项是说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没有回答，是否它对于我们的一个分数是重要的？哎，你会觉得在这个地方确实也有哦，因为他说了，如果说这个学区发现这个作业是不重要的，对于学生的这个学业成绩来说，那么他就应该去减少，或者说就不要布作业了，啊，不要去让它变得一文不名。相反的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作业很重要的话，它就应该占一个比较大的比例在这个分数上。哎，这个问题也是，那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到底是 schooling 还是我们的一个 grades。注意了 grade 这个单词所表示的意思是什么？是表示的叫分数，而 schooling 表示的是学校教育。所以说在这里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是说作业到底是在我们学校教育里面所占的一个角色和比重是什么，而并不是一个分数。分数只是我们这个学校教育的一个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外在表现形式罢了。大家可以明白吧？所以说你看啊，我们用我们的分数来衡量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质量好不好，或者说衡量我们这个学生现在成绩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关心的是学生的一个什么学业啊，学业。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其实 D 选项范围稍微窄了一点，而我们 B 选项才是比较合适的。它这里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作业是否对于学生的学业成就很重要。 Are we clear? Yes. OK 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比较难的其实就是我们的 D 选项，而我们这里应该是选 B， 因为 D 选项稍微狭窄了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5题。第25题呢，这里问的是 A suitable title for this test could be， 说一个这个文章中合适的标题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每段首句哈，我们就知道这个文章标题是什么。说 Homework has never been terribly popular。第一段我们是不是讲的说家庭作业并不受欢迎啊？而且在最近是不是受到了很多鄙视啊？对不对？第二段呢，这里讲得到了说，哎，这就意味着什么？这个规则啊，这个原则，这个政策，这个规定，它意味着去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来自于那些比较穷的家庭的孩子在完成作业方面的一个困难的一个问题。OK， 好，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学区啊，这个学区的这个官员说啊，我们这个家庭作业啊，仍然是我们的这个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老师可以想布置多少就布置多少，但是因为家庭作业所占的比例不是很高，所以这些学生可以轻易的跳过这些家庭作业，在他们的成绩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意味着你看这里讲的就家庭作业不受欢迎，然后完了之后呢，家庭这个可以起一定帮助一些学生，然后完了之后，它这里并不占什么大的一个并不占什么大的这个比例，所以说大家可以跳过。第四个，同时这个政策它并没有解决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五个，说这个家庭作业的这个规则，家庭作业的这个规则原则，它应该要 put on hold， 应该干嘛？应该还要这样暂缓一下啊，暂缓一下。我们来看 A、B、C、D 四个选项。首先 A 选项 wrong interpretation of an educational policy， 一个对于教育政策的一个错误的解读。哎，什么叫教育政策错误解读？这话言外之意是什么？因为它有一个教育政策，然后呢，你看错了，或者你想错了，你对它错误的解读了。注意了，文章中是对教育政策的错误解读，还是这个政策本身就有问题？是本身就有问题啊，对，一刀切啊，对吧？没有给老师以足够的权利去让他去探索到底什么适合学生的呀，或者说是他让这个作业这个只占10%的比例啊，对吧？这都是政策本身的问题，但是并不是一个错误的解读它 ，OK 吧？所以说 A 选项错了。B 选项 A welcome policy for poor student， 一个对于穷学生来所受欢迎的政策，这一看就是错，它只是我们第二段的内容。好，错了。C 选项 30 questions about homework， 就是有关于这个家庭作业的一些棘手的问题，这是不是我们第几段？应该是第4段的问题吧？好，错了。D 选项 A faulty approach to homework。Faulty approach 这个单词表示解决方案嘛，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或者处理方式，对于家庭作业的一个错误的处理方式。哎，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家庭作业要不就是重要，要不不重要，你没有确定，或者说你家庭作业你不能一刀切，对不对？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比较错误的家庭作业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好，正确答案应该是选 Yes Great， 选 D，OK 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的文章框架是什么。首先呢，他说的是洛杉矶联合学区针对家庭作业的一个新政策。第一段他讲洛杉矶联合学区针对家庭作业有出来了一个新政策，然后呢质疑新政策有个初衷质疑新政策的初衷。第三个批评新政策一刀切的一个做法。
第4个，进一步指出新政策没有解决关于家庭作业真正棘手的问题。第5，结论，应暂缓新规的实施，继续深入调查，聆听公众的意见。那就意味着这里有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关于家庭作业的，完了这个政策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并没有说对这个政策有一个错误的解读，对不对？它其实解读还是正确的，只是这个政策本身是有问题。OK，Are we clear? Yes。好，这是我们2012年的第一篇，我们来看一下。